谁能赢得下一场工业革命呢？黄仁勋在2026年达沃斯论坛给出了答案。谁先应用 AI 技术，谁应用的最多，谁就能赢得这场工业革命。在与 Larry Fink 的对谈中，他们还探讨了一个核心的问题： AI 产业真正的支撑是什么？黄仁勋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回答道， AI 就像一块5层蛋糕，模型只是其中的一层，真正决定蛋糕大小的是底下几层的基础设施。这个组合呢本身也很有意思，一边是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 BlackRock 的创始人 Larry Fink 代表资本，另一边呢是 AI 算力最核心的公司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代表算力基础设施。两种视角的碰撞也正好引出了黄仁勋对 AI 核心结构的独到见解。今天呢，丹姐就带大家一层一层拆解这块5层蛋糕。首先呢是第一层，能源，也就是 AI 的物理基础。最底层呢是电力。很多人觉得 AI 是虚拟世界的东西，但从物理角度看，每一次 AI 推理本质上都是一次电力消耗。当你问 AI 一个问题时，远在数据中心的服务器会同时启动大量的计算单元，晶体管高速切换，数据在显存和网络之间流动，所有这些都在消耗电。所以黄仁勋经常用一句话解释 AI 其实就是用电换智能。根据 Gartner 的最新分析，数据中心的全球电力需求预计将在2030年前几乎翻倍，从2025年约448 TWh 增长到接近980 TWh。这说明 AI 相关负载正在成为推动全球数据中心电力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。换句话说，未来 AI 的规模建设很可能取决于一个现实问题：电够不够？所以越来越多的数据中心直接建在了水电站附近、核电站附近、可再生能源基地附近。第二层呢是芯片，也就是算力。有了电，还需要把电变成计算能力，这就是芯片层。AI 计算和传统软件不太一样，传统程序是一步一步去执行，但 AI 需要的是大规模的并行计算， GPU 正好适合这种计算方式。这也是为什么英伟达在 AI 时代突然变成了全球最重要的科技公司之一。但在英伟达的上游，其实还有更关键的环节，比如说制造芯片的台积电以及生产光刻机的 ASML。如果没有这些公司， AI 算力其实也不存在。所以从产业链来看，能源还有芯片是整个 AI 体系最底层的基础。那么第三层呢是 AI 工厂，也就是数据中心。过去呢大家把它叫做数据中心，但现在黄仁勋更喜欢叫它 AI 工厂，因为这里不只是存数据，而是在生产智能。传统工厂的原材料是钢铁， AI 工厂的原材料是电力、芯片加数据，而生产出来的产品是 token。 简单来说呢，就是你让 AI 写一段文字，生成了图片，甚至生成了视频，其实都是在消耗 token。 所以未来很多 AI 服务的这种计费方式可能会像电费一样按使用量收费。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全球科技公司都在疯狂建设数据中心，像 Microsoft、Amazon、Google 这样的科技巨头，每年在数据中心与 AI 基础设施上的资本支出都已经攀升到了数百亿美元的级别，甚至在整个行业里累计投入可能达到上千亿美元之巨。这些投资不仅包括了机器设备、芯片采购，还包括了土地、电力、网络和冷却等配套设施。那么第四层呢，就是大家熟悉的 AI 模型了。过去2年的时间呢，大模型的能力确实提升得非常快，从聊天到写代码到复杂的推理，很多公司都在这一层竞争。比如说像 OpenAI、Anthropic、Google 以及新兴的 xAI。 但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趋势，模型的能力正在快速的扩散。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越来越多的模型开始开源，越来越多公司可以训练自己的模型。这意味着一件事儿，就是未来模型本身可能会越来越像基础设施，它重要，但未必是价值最终集中的地方。最后一层是应用层，也是离普通用户最近的一层。历史上大多数技术革命真正创造商业价值的地方，其实都在应用层。互联网时代也是这样，最赚钱的公司不是做服务器的，而是做应用的。像 Google、Facebook、Amazon 这样的公司， AI 时代可能也是一样的。未来真正的竞争不是谁能做出模型，而是谁能把 AI 用在最多的场景里面。办公、医疗、
金融、制造、教育，当 AI 进入这些行业，技术才会真正变成生产力。所以当你把这5层放在一起看的时候，其实就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，电力、芯片、AI 工厂、模型、应用，每一层都在支撑上一层。这也是为什么黄仁勋会说那句话，谁先应用 AI 技术，谁应用的最多，谁就赢得了这场工业革命。因为在 AI 时代，真正决定胜负的不是某一个模型，而是能让算力、数据、芯片和基础设施整条链条高速运转。我是丹姐，复杂的科技今天就简单说到这儿喽，欢迎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